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一起认识一下我们强大的情感疗愈团成员。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文静儿。爱情是人生里的一场奇遇，希望我们都能在这场遇见里获得幸福。大家好，我是于波红。最美好的爱情，并不是感悟你有多好，而是感受你对我有多好。大家好，我是莎娜。使人疲惫的从来不是远处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希望我们每个人的鞋子里都不会有那一粒沙。大家好，我是新唐米娜。愿大家相爱容易，相处不难。大家好，我是尹品红。守护爱情就是守护我们美好的人生。感谢各位老师。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有请今天来到节目组求助的两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童先生36岁，来自山东仓库管理员；林女士37岁，来自山东按摩师。他们遇到什么样的情感问题呢？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他总是打击我、嘲讽我，对我不够理解，不支持我的兴趣爱好，没有共同语言。他经常以工作为由，既不干家务，也不带孩子，把家里很多的事情，无论是大事小事，都推给我。希望他能够多多的支持我、理解我，支持我的兴趣爱好。我相信我一定能给他一个好的回报。我希望他能够脚踏实地的工作，多花点时间陪陪孩子和我，共同经营好我们的婚姻。先来说一说二位现在的关系吧。我们目前的关系的话，我觉得现在保持现状挺好的，没必要再复婚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离婚了。你们已经离婚了啊？对呀。哦，所以今天是谁主动想来的呢？是他想来的，他想一直缠着我，想跟我复婚嘛。我就感觉现在的状态挺好的，没必要再复婚了。哦，搞明白了，一个人要来复婚，一个人不同意复婚。那行吧，那咱从头说说吧，为什么会导致两个人走到离婚这个地步呢？是这样的哈，老师，他就是经常的熬夜写作。就是晚上不睡觉，白天呢11、2点到饭点他不起来吃饭，我做好的饭他也不吃，就是我们就不像正常的夫妻生活似的，就是晚上你就说是你该休息的休息嘛，你白天你该就是一起就是吃饭啊、逛街啊什么的，他都没有。这个就是会导致你们离婚的最大原因吗？就因为他不起床？这只是一方面。冒昧问一下，大哥您是写什么的？我结婚后啊，结婚之前我都是做自由撰稿人，给一些企业啊写一些可行性分析报告啊、商业计划书，都是自己来接单。这不叫写作吧？这叫写的是写文案。对，这是文案工作。我以为是作家的那种。我也以为是。我本身啊，是有这个文学的一个理想。平时啊，写完这个商业计划书啊，我还有闲暇的时间啊，来给自己充充电啊之类的，就是为了。一边是脚踏实地，一边是仰望星空。哦，就是还是有写作这个当作家的梦想的，对吧？这不是挺好的吗？有梦想，然后还能脚踏实地的挣一份自己的应得的一些报酬啊。我也跟他沟通过，我说你这个作息的时间你不能改一下嘛？不能就说是老是这样，晚上不睡觉，白天基本上就反锁在屋里面，自己就是闷头干自己的事情。我们白天就是很少在一起吃饭，然后也很少沟通交流，我很不满意这一点。因为刚结完婚啊，那几年确实是挺忙的我也想去做改变，但是有时候晚上写作啊，也有灵感去写这些给客户要求的这些东西灵感丰富一些，形成一种习惯了。当时，这我问一下现场两位作家老师，就是这个您们写作都是必须得晚上吗？我以前的话会习惯晚上。对，也是熬夜不起床是吗？对，因为作息确实是颠倒的。然后早上的时候可能上午在睡觉，中午起床，晚上呢就是写到半夜。那是在不上班的日子，但是如果白天有工作，还是得照常起。那文老师呢？我不晚上写作，对，我白天写作。白天写作，白天也可以写，是可以写的。其实。就每个人的个人习惯，对吧？我觉得状态是可以培养的，就是我不相信所有人说我只能晚上写作，这个是不可能的。这个
创作的状态，你不管是白天、上午、下午、晚上，它是可以被培养出来的。但是这位前夫哥他要仰望星空，星空只能在晚上呀。啊，这么解读也是对的。懂了，哎呦，还是于老师厉害啊！所以那其实从妻子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在您内心深处对于他仰望星空这件事儿是不太支持的，或者说你有你自己的想法？我是想让他改变一下作息的习惯嘛，就是他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他假如是个巴尔扎克吧，你也就认了，就是因为他夜夜写，应该也没写出什么东西来，让您觉得他的每夜熬夜不知道是在干嘛，是不是？对对，老师说的对。你觉得他写的怎么样？说实话，我很少看，我欣赏不了。为啥欣赏不了呢？你没有写出来什么名堂，既不能当饭吃，又不能什么。我觉得只是一个精神的一个寄托。他到底写的是商业计划书，还是商业计划书加写作都写，对吧？对。那么你商业计划书是挣钱的淫荡，对吧？那你自己写作的那一部分占据了时间的多少和有没有给生活带来一些补给？也有一些补给，但是这个占的时间少一些。你是在网络连载吗？啊，对，在网络连载。然后每天有字数限制，要求你每天必须得写多少吗？有签约吗？没有，老师，这个你连签约都没签约，我签约了，签约了，他一定会要求你每天日更多少啊？不是，我写的是那种7000到1万字的短篇小说系列，例如知乎啊。或者那个游戏啊那种短片。哦，懂了。哎，我问一下，就整体你这个前夫哈，他的这个不管是他写文案、写什么计划书赚的钱，还有这个网上连载赚的钱，整体的收入，你满意吗？坦白的说哈，婚前的2、3年收入还是可以的，但是后来他的收入也就是下降了嘛，直线下降。我也跟他沟通过，我说咱们不能只是谈诗啊，咱们就是要过好当下嘛。我让他出去工作，就是去干个体力工作嘛，就做个搬运工或者干什么的，只要能挣钱养家糊口也行嘛。但是我觉得他就是那种思想就永远是在天马行空似的，不像是跟我在踏实过日子。就是他坚持自己的写作的这个工作，不愿意出去，可能再兼一份职，为家里面多补充一些家用，对吧？对，是的。你就会觉得很辛苦，对吗？对，是的，老师。熬夜是他不能接受的一个表象啊。还有啥不能接受的表象？还有他的就是个人卫生啊，真的是一塌糊涂啊。比如说我打扫好卫生哈，拖完地，他那屋里哈简直就不能进，一地的烟灰，因为他熬夜要写作嘛，抽烟，满地的烟灰。他走出来的话，我的客厅哈刚拖完，立马就有一个黑印子。但凡他真的珍惜我的劳动成果的话，尊重我的话，为什么就不能讲究一下个人卫生呢？我拖地也很辛苦呀。还有偶尔的话，他不忙的情况下，我做好饭，吃过饭之后，我说你给我刷一下碗吧，锅都刷不干净，就是连那个厨房柜嘛，他都不擦一下，顺手的事情他都不擦干净，我还要弄个第2遍。所以他不是不干家务活，对，他是干了以后干不好，达不到你的要求和标准。对，是的。就在你们的婚姻这7年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大事儿吗？结婚之后啊，当时啊，我父亲得个脑梗，大女儿当时才3岁，她还怀着孕。然后呢，我找工作啊，因为当时啊环境不好，我写商业计划书啊，挣钱也少了，收入越来越低。甚至是没有收入，我想去找份工作啊，也找不到啊，而且他也找不到，然后一家人啊，基本上就是颗粒无收。在这期间啊，我们原来的小事啊、小矛盾往上升级，矛盾是越来越大啊。一方面就是把这个家里的这个家庭压力啊，都放到个人的这个情绪上去，越来越爆发。怎么了呢？他就动手了吧，因为一件琐事，然后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吵起来了。我就一直就是说他嘛，我说咱们就得出去工作，想想办法，你不能一直吃老本啊。虽然你现在的这个商业计划书接的少了，咱是得2条腿走路，是不是？想其他的出路，毕竟有孩子，你得养家糊口，是不是？而且我怀着孕，我也不能出去工作。就说着嘛，他就急眼了，他就给我动手了。你有点夸张，而且你当时怀着孕，肯定是你先打的我啊，你打的我，然后我再去反击。我一个女的，我就怀着孕呢，我就顺手就捶了他一下，对，他就反击我。我也打了他一下。她怀孕，即便她动手了，你都不应该动手。
何况你是个文人啊，文人要诗人怎么会动手呢？他用鞋底，他说不能打你肚子，他用那个鞋打我屁股，打屁股啊？屁股不是在肚子后面吗？不是连在一起吗？不也，就这，他当时他先打的我当时也是一时冲动嘛。你是男人啊？我打的是后面，我不知道怎么打哪，他说打哪儿，我还不知道打到哪。他说他生气，他说打了几，他先打的我，他还拿鞋底抽了我，有7、8下，哪有7、8下？生气，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我就出去了。在你们婚姻的存续期间，是不是先生会觉得自己的妻子有的时候挺强势的，对你一直在说教？啊，对，就是特别的强势。我是一直在慢慢改变，包括他说的一些卫生习惯啊之类的。他有时候吧是个追求的一个完美的一个洁癖主义者，然后你可能是，需要2、3个月才能改变的事情，他恨不得要求第2天你就去改变。那你觉得他对你最大的抱怨，会不会是因为你一直都没有出去找到一份能够补给家用的工作？当时确实是，然后后来啊，我过完年我就找了一份仓库管理员的一个工作。这份工作是我特意找的，因为他上1休1，第2天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去写小说啊。哦，还能继续写作啊！而且这个后来我写的这个短篇小说系列的，是跟一个大型网站，签约的，然后也没有这种强迫性的那个去写，就是7000到1万字，我准备写个20篇、30篇集结，啊，这种系列就集结成一本书。这个工作是不是离了婚之后才去找？不是，是离婚之前的。这不是他也有改变吗？老师，不止这一点，我现在我知道2个孩子的嘛，经济压力挺大的，我也出去工作。我在工作的期间哈，我还兼职，就是我觉得工资不是很高嘛，我觉得我下班挺早的，还有时间和精力，然后我就兼职做了一个主播。他还不乐意，还不让我干。我下播之后，他还不让我睡觉啊，就问东问西，各种猜疑，就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兼职做主播，他为什么会猜疑你呢？他因为他做的是娱乐主播吧，跟一些男粉丝啊去互动，然后我个人比较传统，有时候出于关心他吧，他晚上熬夜去播的时候也挣不着这么钱，但这同样也是他的爱好呀，和你是同样的呀。你在网上发小说，不是也有女粉丝看呀？重点是他说你对他没有信任，是你怀疑他什么情况？做的是娱乐主播，那些粉丝啊，就是什么打赏啊、追求啊，为了讨好那个男主播，可能有一些擦边啊之类的。怎么可能？我在家里，在自己的卧室里面，我能干啥呀？我就是想着，就是兼职做一个嘛主播，然后再贴补家用，多挣一点钱嘛。他就是不换位思考，你做什么，我就觉得能理解你。你看你的小说也有，就是像老师说的，也有女粉丝看，对不对啊？为什么我做这个就不行呢？本身就不投资什么，在自己家里面，我只是做一个兼职来做的，啊，就各种说你熬夜，你挣不到钱，做它干嘛？各种打击你，啊，从来没有说支持过你的话。比如说我在工作中哈，我现在我也工作了，有业绩的考核嘛，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说哈，我说我现在工作压力很大，然后有业绩考核完不成的话，老板也会说你什么的，还有同事之间的竞争也会跟他说嘛，他就不理解你，他就要不然就保持沉默啊，要不然就说那你别放在心上，就一句话就完事了，从来没有说在工作说给你一些积极的建议，或者是给你一些鼓励什么的。哎，你对他不也是这样吗？老师他对我也是这样的。他在写作的时候，你连他写的东西都不愿意看，这不是一样的吗？对呀，但是后来他不做这个我们那个娱乐主播的同时，我去做这个拍一些文学的段子啊，做的一些搞笑的文学段子，然后也有一些女粉丝啊，经常的跟我互动，而且还在上面买我带货啊，做汉服，有一些粉丝也会喜欢上我的这种，这不是蛮好吗？哎，等会儿于老师，他不让他去跟男粉丝接触，那你怎么能跟女粉丝接触呢？你这不是严重的双标吗？对呀，但是女粉丝我是走的是传统路线，那他不传统了？哎，这还分传统和不传统？您给我解释解释，什么叫传统，什么叫不传统啊？不传统，我觉得吧，他就是有时候我大晚上的在上面就是有一些擦边啊之类的话。他说我开玩笑，做娱乐主播就不正经，他做文学就正经了。您这个话我不认可。我没说过如果说他擦边，他会被平台关小黑屋的，是不可能的。平台也有监督的呀。他经常有时候还说他是单身，他没扯离婚证之前他说他是单身。这说了没有？这个就开玩笑的口哎，这味不能开玩笑。哎，你们俩
你们俩是因为什么具体的事件就去领了离婚证啊？结婚7年了嘛，然后各种的矛盾也在一起，包括带娃育娃的方式，我都跟他说了。我工作期间，他在家就是比较清闲的时候，我说你带孩子，陪孩子带孩子去公园去溜达溜达嘛，增加一下亲子的这个关系嘛。他出去一会儿就说累了，半小时就回家了，就说累了也不带孩子去溜达玩，要不然的话在家里刷手机，孩子呢就在家里面看电视。就那样放手不管，就这样带娃，我觉得谁都可以带娃了。让你个父亲干嘛的？你的角色是干什么的？你多给他一些陪伴。现在大女儿说实话，她性格就很内向，就不怎么爱说话。我就说没事，就是住楼房嘛，本身就是跟人交流的机会也很少。我多带孩子去公园去转转，去玩玩，去陪孩子，让孩子就变得开朗一点。作为一个父亲，他没有做到位过。最后导致你们2个人去领那张证的导火索是什么？生活、工作各种压力，没有具体的事件，就是突然都说咱们俩就离了吧。对，经常的吵，因为一些小事吵，然后2个人一上头，然后就说打证去，打证就到民政局直接就撤了。对，你们2个人现在分开的状态是离婚不离家吗？对，还住在一起是吗？对，那为什么没有分开呢？因为为了孩子考虑，他说我对孩子陪伴少，因为我当时啊结婚后，那3年的时候啊，因为那个客户要求的比较急，我确实也挺忙，对孩子陪伴少，我觉得也有亏欠。后来这个孩子上学之后也长大了，然后我现在啊这个时间也宽裕一些了，然后包括他现在的这些功课啊，都是我来辅导的。好。今天呢，先生带的是诉求是希望和前妻能复婚，但是前妻觉得现在这状态挺好的，咱们就保持吧。那您既然说想要复的话，您觉得您在分开的这1年当中做了什么改变和努力？对刚才说的一个是对孩子的这个陪伴上，第二就是一边是脚踏实地啊，仰望星空这一件事上，我特意找了一份这样一个仓库管理员的上一休一的工作啊，我可以有充足的时间啊。去，写我的这个小说，然后拍一些文学的段子。也就是说，您现在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了。对啊。第3点就是离婚后啊，他到外边，我有时候我在公司住啊，然后2个人见面少，吵架的次数也少了，有时候这个感觉就是挺轻松了，然后对他的原来的那个怨恨啊之类的就减少了。哦，您对他以前的怨恨也挺大的，是吗？对。你对他的怨恨是最主要的是什么呢？第一呢，就是他经常的爱嘟人啊，一点小事说1句就行了呗，他就会一直的说下去，一直的说下去。爱唠叨。第二个呢，就是他不理解我，不支持我啊，不理解不支持您的工作。对，那在女士看来，你觉得他这3年的改变有打动到你的地方吗？坦白的说啊，有一点，但是跟我理想的就是婚姻生活是完全不一样子的。你理想的是啥样的？我理想的就是2个人结婚之后嘛，回家2个人能在正常的交流沟通一下，说一下彼此的就是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开心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分享。然后他呢给我一些指导或建议吧，打开我的心扉，让我感觉就是在外面不能说的话，在家里能跟他说，这点就是没有共同语言，说白了，对吧？对，说不到一起去。对，所以你现在是打定主意就是不复，对吗？对，是的，我觉得没必要复。我现在在外面上班了，偶尔回家住一下，就是让孩子感觉的，就是不知道我们已经扯证了嘛。我觉得这样关系挺好的。等我现在孩子他带，对，所以你眼中这个带孩子带得不好的男人，却承担起了2个孩子的养育责任。对，你一个人走了。对，我现在出去工作了。你出去工作是在外面住啊，在单位住啊？对，他过几天才来家1次。那你的钱养2个孩子吗？不，我来养的。对。您不出钱？我出钱。您每个月给多少抚养费？1500。但是这个钱还都是我来出。那您说清楚，那这钱到底是出还是没出呢？因为这个他这个钱上啊。他有时候他不是说固定的1次拿多少，他有时候是买一些零食啊之类的，但是买东西
抚养费是抚养费，礼物是礼物，所以当您说我每个月固定的给1500的时候，您给的是现金吗？不是现金，就算在就是家里面的，就是买东西，给孩子买东西，给家里买东西，因为我现在不在家住嘛。那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前夫虽然前半截听上去很荒唐，但是后半截他做的其实很靠谱。而且他们2个孩子多大年纪，先生？一个是刚上1年级6岁，一个是刚上幼儿园3岁。那你白天要上班，怎么管孩子呢？一个人带啊？我爸爸妈妈。哦，因为我父亲原来得过脑梗。那你也别说是你带嘛，那是老人在帮忙。那是第2天我休息的时候，我可以。对，他是夜晚的时候交给爸爸妈妈嘛，他不是做场馆。我24小时要在公司。哦，24小时轮班，所以老人帮您带1天，您带1天。父亲因为有脑梗，也没有办法完全帮助您。他可以帮忙送孩子。他可以接送啊，还有我妈，他们2个。您的1500，这个还真的说不上来。你不可能每个月给孩子买的东西都是同一个价吧？因为有一个很大的开销，就是2个孩子上学都是需要费用的呀。对呀，这是一个大的支出啊，吃穿用度还要上一些兴趣班之类的。说的难听一点，这1500连孩子们吃可能都不够，2个孩子1个月光吃饭都不够，何况不是现金啊。对，您现在1个月收入多少？3000多4000左右吧。先生现在1个月能达到多少的收入？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是稳定的，是4000，有时候还有一些兼职啊，还有一些会接一些小的一些企业简介啊，这种商业写作可能也不稳定啊，可以补贴一些家用啊之类的。我怎么听起来这个先生现在还是挺踏踏实实的？对，这星空其实先放到一边了，我还是放到第2位了。把脚下的这个6便士咱们给他先转起来。而且我还倒是女士现在的不是仰望星空了，是仰望了旷野。她是放飞了，放飞了。我首先表一下观点，我说你俩不要复婚，就是这个婚没什么好复的。为啥？就是我觉得这个男嘉宾就是你的心理状态是有问题的。你不是科班出身吧？肯定不是吧？不是，因为你没有科学的、系统的去学习过应该怎么样进行原创型的创意写作。你不要觉得说你签了什么网站啊，你现在有作品发表什么，你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作者的状态了。其实不是的，一个作者的状态是你从根儿上发出来的东西，就现在这个状态是不对的。还有一个就是您确实欣赏不来他的东西，就是他作为一个创作者，他作为一个表达者，他是需要被鼓励的，他是需要在鼓励中去创作的，这个氛围您是给不到他的。还有一个就是你们俩现在不是有孩子吗？我觉得有孩子就很好，就是你们就是爸爸做好爸爸的事情，妈妈做好妈妈的事情。互不互婚这个事情，我觉得首先是要建立在你们2个互相彼此相爱，然后才会给到那个孩子孩子们的正向的表达。如果你们互相都不相爱了，你每天活得那么压抑，我觉得没有必要。你首先是你自己，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复这个婚。从事业来看，从感情来看，我觉得都没有必要。摧毁一个男人的，有时候往往不是生活当中的苦和累，有时候就是一个妻子的不理解。作为丈夫，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承认和妻子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吗？有共同语言。妻子，你认为你和丈夫之间有共同语言吗？我觉得我们沟通的有的时候不在一个频道上面。婚姻中没有共同语言，往往会成为离婚的元凶。即便不离婚，2个人也是同床异梦的婚姻。我并不是拔高所谓的共同语言，但是共同语言就是相互之间能够理解，但是你们做不到。所以在我自己的感悟当中，我尊重你妻子的选择。这婚肯定是复不了的，先生，你死了这份心吧。我告诉你根本原因是什么，根本原因是你的前妻她根本不爱你。你们2个人有没有共同话题这件事情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段婚姻是否能够再回到曾经，就有2个衡量点。第一，过去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显然没有，因为你们曾经就不是彼此欣赏对方的那个人。第二，我们之间是否还有爱？显然也没有。可能你对他有感情，但是他对你一点留恋都没有了，所以怎么可能复得了婚呢？所以我觉得2个人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了，我们好好的开始了这段婚姻，就好好的结束它。
不要互相拿着对方过去的那些错误彼此折磨，还在未来的生活当中纠缠不清，那就是对两个人以及对你的孩子都不负责任。反而我觉得女士，你现在应该多花点心思在陪伴孩子上。你刚才口口声声说自己的大女儿很内向，口口声声说这个父亲多么的不负责任，难道你现在作为妈妈就负责任吗？你一个月挣4000块钱，拿1500给到孩子，可是对孩子没有一丝一毫的陪伴，这1500块钱还不如不给。他们需要的是妈妈，不是需要这1500块钱。就这样，谢谢。就是觉得这个故事整体很分裂，你们的人生。上半节他的分裂是他很荒唐，他拿写作当一个遮羞布。就是一个人告诉我说我热爱写作的时候，我多半都是会在心里头打一个疑问：什么是写作？写作它是一种来自于内心克制不住的想分享、想表达的欲望，通过文字表现出来。作家分两派嘛，当然了，天才的这一关我们不管，天才是一个分支。除了天才之外的作家分两派嘛，有像博尔赫斯那样的图书馆里的作家，他通过阅读可以使自己丰富视野，成为作家肩上的作家。再来一派是毛姆派嘛，我自己丈量世界，我经历生活，我所经过的每一个国家，我都会留下我的故事。但是你所描述出来的这些前景，为什么我说它叫遮羞布？这就是在跟同样的一批生活见不到希望的人面前，我举起一条叫做写作的大旗，我说你看，我与众不同，我有了不起的梦想，并且我有人赏识，有出版公司要签约我，我一出版就会怎样？你一出版，你自己可能都得去付一个出版费、印刷费。是这样的，老师，我现在写，我才刚写了有几篇，再连载。你就没有听明白我说的意思？当一个人说我热爱写作，那他一定成不了作家。所有的作家都一定是我热爱阅读，我热爱生活，我热爱文明。你一定是先热爱了别的，再通过自己拥有文字表达这个能力，把它表达出来，才叫作家。但是我在抖音去拍段子的时候，也收获了不少的女粉丝，他们这些读者很认可我。读者和粉丝是两回事，你懂吧？就是我的读者也是我的粉丝，人家都买我的汉服，还认可我。因为你现在从这个赛道的时间太短了，你只是看到了你迎头这一点点的红利期而已。就是这个赛道没有你想的这么好闯。我刚刚开始写了几篇，我就想告诉你的是，接下来你的人生不用说我热爱写作，请你好好多积累。对于你来讲，因为前半节都说了，你的分裂在于你用一个写作来作为自己人生里头其他不如意的一个大旗，一个粉饰。我在仰望星空，我一开始刚说了。您别仰望星空了，仰望星空有太多人了，流浪汉也在仰望星空。草上那个草地上吃草的牛和马，抬头的时候我也看看星空。而且星空是给任何有眼睛的人准备的。你仰望星空不见得就高级，别人脚踏实地不见得就没有出路。您后半场做得很好了，后半场是指妻子离开之后，你和家人协助带娃，努力工作，这一部分非常好，请你放大这一部分，才是能够换回你的老婆的唯一可能性。听得懂了哈？否则你的仰望星空那一套，你只能够说给那些文学少女听，你老婆不是文学少女。我的粉丝群体都是退休的老太太。不要争了，您看您和米娜老师一争辩以后又原形毕露了，就是你妻子早就看到了，您就是这么个人，您现在还执迷不悟，还沉迷在那里，痴迷在那里，你没有真正醒，是要活要生存，他现在是离婚以后是一种倒逼。其实在我看来，你们是个非常简单的故事，就是两个谁也不爱谁的人生了2个孩子，所以还复什么婚呢？女士，其实我觉得你比他还自私，就是在关键时刻，至少他还像个男人一样，好，这2个孩子我抚养，我甚至还拖上我的老父老母身体抱恙的家人，我来抚养2个孩子，我没有在关键时刻撂挑子。人家现在怎么了？人家现在挣着那份钱呢，抽点业余时间去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儿，就算是仰望星空了，他也在往前走啊。你呢？
你都退回到结婚之前了，你当你没孩子了。其实我很生气，我不是气他，因为我也不太懂写作啊，而且那是过去式了。过去他气人，让我们2位作家老师都去指责他过去的不当行为。对，但我看的是今天，对，我看的是明天。你比他差多了，你正经不如他。人家在最家庭条件差的时候，行，我咬咬牙，我不写作了，我先暂停一会儿吧，我去挣这份24小时的这个仓库员的钱吧。人家做了，你做什么了？你做的就是推卸责任、逃跑、甩锅。你别说你不像个妻子一样，你像个妈妈。没听说过2、3岁的孩子妈就走了，不回家住。你说我工作性质不能回家住，那你像他一样啊，你找一个倒班的呀，你熬自己啊。我熬24小时，我跟我老公倒班，我带1天孩子，他带1天孩子，你吃得了这份苦吗？你这前夫是仰望星空的，你现在就是放飞旷野了，旷野无限的广阔，你还年轻。你知道你离开这2个孩子，你还有人生。你如果愿意去做这样自私自利的人，我告诉你，你也走不远，也没人会爱你，也没有人愿意再和你成家。所以我劝你啊，咱不着急复婚，复婚肯定现在不靠谱。你先回去，带2个孩子，陪着他们，找一份能够既养孩子又工作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怎么就不行？我们不都是又工作又养孩子吗？谁就为了工作就把家抛了，把孩子抛了吗？我希望你们能够共同努力把孩子养大。至于你们2个互相不爱自私的人，你们好自为之吧。我觉得今天可能对你们2个人来说都有一些新的收获和意想不到的结果。坐那儿先休息一会儿，然后我们换另外一组嘉宾过来，好吧？好。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张先生43岁，来自天津个体；邓女士34岁，来自天津个体。他们的感情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在别人面前不尊重我，不给我面子，还有点怀疑我。我们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他沉迷于游戏，不帮我分担店里的活，而且有什么事情都不和我商量。我今天的诉求就是让他在别人面前多夸夸我，给我留着面子。希望他以后吧能戒掉这个游戏，多帮我分担店里的活，有什么事情多和我商量商量。我们2位先给我们大家简单做一个你们关系的梳理和介绍，好不好？让我们大家老师们能清楚一下你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2个吧认识在2019年快过年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网吧做前台，因为前台那个工作吧挺闲的，我没事的时候吧就开那个快手直播，因为我粉丝也不多，他那时候吧总进去，他也不说话，就是一直给我刷礼物。然后吧，他就给我发私信，总给我发，因为我从来不回私信，我就有一回我就回了一句，然后吧，我们2个就聊了几句。我感觉他这个人吧，也不胡说八道的，他就跟我要微信，然后吧，我就没给他。后来他就总跟我要，我就给他了。他就对我生活方面挺关心的，因为我们2个都是离异的，我离婚都曾经有过一段婚姻，对。是吧？上一段婚姻都有孩子吗？我没有孩子。我有一个女孩，现在跟着谁呢？跟着她的妈妈。哦，跟着妈妈呢哈。因为那时候我就根本不想搞对象了，我也不想再结婚了，我就伤透了心了。然后他就对我生活的方面就特别的关心，还给我父母买营养品什么的。然后我就心吧就感觉被融化了一样，我就感觉他对我真好。他的手吧就是出过一段工伤，少了一只手，我也不嫌弃他残疾。然后现在这只手能工作吗？就是这个平常日常生活应该可以啊，就是一般要是必须2个手干的活，肯定干不了。对。然后我们2个结婚也没有彩礼什么的。你俩谈恋爱谈了多长时间就结婚了？9个多月吧。结婚的时候双方父母家庭同意吗？同意，都见面了。我妈妈刚开始我一说她少了一只，我妈的心就颤了一下。然后我爸爸就说不在乎这些，以前那个长得好，说什么什么都好，说对他也不好，说有什么用啊？说咱也不图钱，就图人。挺好的，2个人又重新找到了新的归宿。对，然后我们结了婚以后吧，条件也是非常的不好。我说咱们干点小生意吧，我就跟他干早点。我就感觉吧，结了婚以后吧，就不像结婚之前那样了，他就沉迷于游戏。我以前就是玩游戏挣钱的，
哦，靠打游戏为生。对，因为我这个不方便嘛，不好找工作，所以我就在家里玩游戏。问题你现在玩的游戏它不是挣钱的，玩上了就下不来的那种，人家队友就不同意，人家来客人吃饭了，他也不抬头，就低头玩手机。就这个店就是你一个人在打理，然后他基本上他就是帮我打打下手，就是帮忙，对，帮我打打下手什么的。弄点水呀、刷刷碗呢什么的，我可以干的活吧。他干的那个就是来了客人，他也不抬头。我有时就喊他，我说你干这个干那个，他就说他就玩手机，他这样低头，等会儿，就一直说再等会儿。你说人家顾客等你吗？对呀。有的时候人家顾客就说没事，大哥，你先玩，等你玩够了再给我弄。人家客人那的话也不是好听的话。客人说这个话已经是最大的反感了。主要是什么呀？以前干这个工作干的吧，好像就是有点上瘾了，好像戒不了一样。就是后来我病了以后好了之后，就是我干不了累活了，我就选择了又干串香，干夜宵了。就是我们晚上夏天都是在我们店门口出摊儿，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给顾客炸2个烧饼，顾客需要烧饼。他因为玩游戏玩的那个烧饼就是油的起火了，在那窗户缝里面往外冒黑烟，我就进去一看，2个屋子都是烟，着火了。因为当时他的精力全部在这个手机游戏上，不抬头，就是不抬头。那你身体不好呢？他能照顾到你吗？我就是去年就住院嘛，2个腿就站不起来了嘛。医生说我是贫血，还有这个低血钾，就是总熬夜造成的。然后就是我输液嘛，都没有液体了，他都不知道。我喊他也听不见，就是还在那玩游戏。就是我慢慢坐起来，就是按的那个铃，就是把护士喊来的给我换药。他就坐在旁边陪床，他也没发现你液体没了。对，他确实是在陪床，但是他是在玩游戏了。不，我都听不下去了，你咋了，先生？娶了这么一个好媳妇儿，愿意辛辛苦苦的干，你怎么就不能抬下眼帮他一下呢？我现在都觉得上一个丈夫都还可以啊。对呀，这哪儿出问题了呢？也在慢慢的改变吧。不过那个东西好像当时一下戒不了，就我都听不下去。怎么像抽烟一样？现在孩子都在戒网瘾，你何况是一个成年人，是一个丈夫，这是理由吗？说戒就戒的东西。哎，您怎么没有把游戏作为自己的一个职业啊？那比如说有游戏代练啊。以前我就是做游戏代练，不过他不喜欢那个电脑这一行业，所以就一直没有做。再说了，那个必须得有投资嘛。我们俩现在挣一点钱也不容易啊。您过去不就是有设备吗？不然您过去也不可能挣到啊。不干了之后，那东西都卖了。那游戏代练您做不了，还有游戏陪玩啊。我们现在一干这个生意嘛，我不可能总是有时间玩。没有啊，听您妻子的描述，就是您忙的时候也在玩，闲的时候也在玩。就是玩上就是停不下来的那个东西吧，你一玩上吧，就停不了。我再问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玩游戏是要充费的。对。就是你们本来经济条件就不是很好，这个店又开得很辛苦，你往里充钱吗？充过钱。有一次我给他钱，我说给你钱，你去买2身衣服吧。然后我给他的钱，他就都充了游戏了。这个不仅是不从游戏里面赚钱，还是在往游戏里面再投入的，对吧？对，我就特别反感这个游戏。我们结婚以后吧，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我就说我自己干个早餐店，我就是挣钱，然后我的身体根本就不允许。我每天的腿啊，其实就是跑了这一天嘛，来回来去的客人要这个要那个，我的腿都是肿的。其实我都是强撑着自己的身体干了这么多年，我就寻思吧，他这一个手吧，在厂子吧，人家有的吧也不愿意用，我就为了我们这个日子本，有的时候吧，生意在淡季的时候吧，我就特别愁，我就爱在网上。就是搜索哪个美食好，哪家美食好，我就学习各种美食。你像什么卤煮啊、水爆肚，我都会做。包括现在我们家所有的技术配方都是我。我就有时候问他，我说店里没人，你愁吗？他说那有什么愁的？你不可能去大街上喊人家吧？他当然不愁了，因为有你这个后盾在给他支撑着呀。你不是天天在想招吗？所以他不用。对，我就脑子很乱。我每天，我包括现在，我晚上睡觉必须得吃安眠药，要不我就睡不着。你除了对他打游戏这件事不满意，在婚后你对他还有什么行为特别不满意吗？他爱看那个快手嘛，爱给人家女主播评论，给人刷礼物。
还刷礼物啊，打赏啊？对。你哪来的钱哎？妻子多不容易赚点钱啊！那个平时他给我的那零花钱，有的时候没花就什么的，买衣服什么剩下的。妻子给你的零花钱，你去打赏其他的女主播？也不是经常打赏，就是偶尔性的。有一次我们回家嘛，他就一去卫生间就一顿2、3个小时，我都听见了里面女主播说欢迎谁谁谁大哥来。你要是对人家不那么热情，人家能欢迎你吗？我就想过很多次离婚。我说我天天那么累，你一点也不理解我，你也不心疼我。我说我图的什么呀？他就说哪个女的不干活啊？那女的吧，当然也应该干活了，对吧？那哪个男的不赚钱呀？啊，是啊，我也是。那有几个像我那么累的呀，黑白的呀？我也在帮他干，不是我一点活也不干。你什么叫帮他干？你自己没有分内的活吗？对他总是说，就是以前我的活就是帮店里弄水、刷刷碗，别的活我也干不了啊。我们并不是说您失去一只手有很多活干不了，妻子的要求很低啊，放下游戏，能帮的力所能及的帮他一下，这要求高吗？我知道不高，不过我就是有点一时半会儿戒不了。现在我听到这儿无赖的表现吧，我就戒不了。你怎么着吧？我就给您点评一句哈，我打断您一下，我听到他半天他是有点飘，所以想帮他落地，但您就是坏。坏这个事儿，我还真没有信心能帮您变好，没辙就哈。对，哎，还有什么大事想跟我们倾诉的吗？他那个就是喜欢车，他就总扒拉手机，然后吧，我妈看见过一次，就说如果说他非常的喜欢这个车，就给他买吧。当时你妈妈要给他买车？对，我妈妈说她掏3万块钱，就是也不是说给我，我妈妈说就说你什么时候有就什么时候给我，这钱我也不着急要，然后就买了这个车。哎，你们一家人我觉得都好善良，都像圣母一样，都是心疼这个小伙子，好像是不是手受了伤？然后买这个车的钱就是我妈妈他们抢，不到1年我就给我妈妈把这3万块钱，我就干早点就给我妈妈归上了。这妻子特别像一个无底线宠溺自己、不争气的青春期叛逆的儿子的这个状态。对，今天你们2位来到我们节目，是谁先提出要来的？我不想跟他再继续下去，是他想来的。你是想让我们帮你去改变这个男人，还是说您是已经打定心思说我不想再往下过了？我就感觉，毕竟我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了，我要是再有第2次，就会让人很笑话。如果说他真的是为这个游戏改了，我还是会选择跟他走下去的。那先生，我问您一下，您今天既然过来是挽留的这个动作，您说说未来自己准备怎么改吗？比如说，我现在立刻可以把游戏从我的手机当中删除，能吗？那个可以做到，就是以后我再不打游戏了。对，以后肯定不玩了。我们不开着店了吗？我帮店里多做点事儿，尽量的少让他受点累。还有就是不能惹他生气，他住院就因为老生气的，这几点我肯定可以改的。他玩游戏我们吵过，不是1次2次了。他有过一段时间不玩了，但是说不玩，后来就又玩了。所以您现在是不太相信他能彻底戒得了游戏的，对吧？我不太相信他彻底能戒了。所以今天其实邓女士也不是打定心思要分开的，因为她能看得出来，还是希望丈夫改，但是其实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那这个循环到底怎么办？咱们接下来听听老师们有什么意见。来，文老师。就是这个邓姐姐，我跟你说，你就是她人生捡了一个巨大的便宜。对，我就总感觉，我就说，那这句话你分2部分听，一个是她捡了个很大的便宜，是她的幸运；第2个就是你真的好便宜。为什么？你太容易的让她得到了，然后你跟她谈恋爱之后，你又没有任何门槛的，你就跟她结婚，然后你还要一直去身体力行的去供养他，能够把他纵容到这个程度。而且你千万从现在开始不要再说什么我只是想让他关心我这种，你要的所有东西都是很虚的，但是你付出的是真实的血泪，你付出你的价值，付出你的青春，付出你的劳动力，你就应该真实的说你们按劳分配。我跟你讲，你现在如果说我只是想让你关心我，回去之后他依然什么事都关他，只要嘴上关心你，我跟你讲，你当牛做马，你甘心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善良，但是咱不要人善被人欺。我就觉得他欺负你了，从我的角度来看。那么这个大哥，你不要总是说我只是那一段时间爱玩游戏，
那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人不要为自己做过的事情狡辩，你就是欺负了他，你践踏了他的资源和青春，他心里受的伤害，他受的委屈，他这些年，他说白了，他只是没把这个话讲得很难听告诉你，他就是觉得他被奴役了。你现在真正的，如果说你想挽救这段婚姻，你应该展现出来你是爱他的，并且你将如何爱他。你再聊过去的事情，你就完蛋。因为过去你带给他全是伤害，从现在开始你就想尽一切任何的可能性来帮这个家里赚钱。现在你只要能够去帮这个家里赚钱，就是帮他减负，这是你们家最核心的问题。只要你能赚到钱，并且从今以后就是你对他态度好一点，你们日子能过，而且能过得很好，因为这个女人非常好。温老师说妻子善良，我们都看到了你的善良，但如果一个人把善良释放给了一个不善良的人，那就是对自己的不善良。你很显然在这段婚姻当中你不善良，我可以断言，此刻在收看《爱情保卫战》的千万观众都会同情这位妻子，怜悯这位妻子。她当初不在乎你有没有财产，也不在乎你身体的残障，她义无反顾嫁给你，没有所求，求的就是想找一个可靠的男人。结果她找到的是一个让她失望的男人，所以她弱小的身子撑起了一个早餐店。她并不是说让你去做如何惊天动地的事情，如何去上进，只是让你放下手中的游戏，去帮她一把。她这个要求真的不高。你今天说我可以戒掉，她心里比谁都明白你戒不掉。只要不离婚，你依然如故会玩游戏。当然也给这位丈夫一个机会。什么机会？今天对着千万观众承诺，作为男人说，我从此以后不碰游戏，我去帮衬着我的妻子。但是这样的机会妻子只有一次，如果今天说了依然不改，立马离婚，你同意吗？我同意。好，那我其他没话可说了。先分开一段时间试一试。我觉得不分开就这样下去，这个男的大概率是不会改的。你现在一直是他最大的一个后盾，他为什么现在可以躺平？他为什么可以一直去打游戏？他为什么可以戒了以后再重新恢复打游戏？因为他知道你不离不弃，他没有这个害怕的神经。我们都说你太善良了，你是善良到头，善良到没有边界，善良到没有度，是什么？是懦弱，是任人宰割。所以现在的日子过成这个样子，是你咎由自取。你宠的吗？你惯的吗？你和你们全家人一起惯的。看他喜欢车，马上就给人家赔上一辆车。所以如果你一直抱着说不行，我已经离过一次婚了，我不能再离婚了，你一直抱着这种害怕被别人嘲笑，然后委屈自己过日子的话，你接下来的日子大概率还是会陷入这样的死循环。所以你自己好好考虑，你想要让他真的能够改变，有所感悟，说我不能失去这个女人的话，那你就必须得先让他意识到他是有可能失去你的。如果不愿意离婚的话，可以先让他离店。你们的状态是绝对不能经营夫妻店的，经营夫妻店将会使一个女人完全的失去魅力。这个女人白天是她的压力源，回到家她看这个女人也很烦。这个女人白天会抱怨她在店里不好好工作，晚上回家会抱怨她在家里不辅助家务劳作。老婆就会成为家里头永远的24小时的老板。但是男人们天性讨厌这个，而他呢，就像因为已经失去了一只胳膊，他的内心是受伤的。这个内心的受伤很容易一搓就疼，疼了以后就开始自我包裹，自我包裹之后他进入到一个防御姿态，你说什么他都不听，我不听就可以不受伤，所以哪怕你不是要求我做事，而是向我求助，我都不听。所以你在这边疼得要死，他都可以完全看不见了，你可能也没有意识到你平时也伤害了他。所以必须得结束夫妻店，
你就回归到每天他下了班能看到的那个温柔女人，他就会又恢复起能量去爱你。他白天让他自己想自己的方法，做自己的营生，别在老婆面前晃了。剧里能够帮你们彼此产生美，也能够让你们对彼此的人生都还充满一点点期待。咱就不说先离婚了，我的建议就是先拆伙。我这么听起来，你不是他真正爱的那个人，是你自己营造出来这样一个人，他很爱我，我不嫌弃他，我嫁给他。所以你真正的问题，你们今天走到现在这个地步的核心问题，是你自我认知太低，价值感太差。你以为我嫁给一个没钱没彩礼，还要我们家倒贴借钱给他买车的一个身有残障的男人，你就会获得一生一世安稳的爱了？能吗？我们采访过很多这样的组合，就是一个身有残障的朋友娶了一位这个身体健全的妻子，夫妻相爱，我们都羡慕的要命，就是可能比我们都忙忙碌碌芸芸众生这样的爱情还更浓烈更甜蜜。因为人家感恩啊，人家知道自己可能和身体健全的朋友多少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加倍的呵护他，爱他，甚至更要争口气，我得做得更好，我才能够还我妻子爱这一份心。那你嫁的人呢？你要提高自己的价值感和认知，你才配有好的生活，否则你一辈子像一个奴隶一样伺候别人，自己流着泪，边流泪边干活。为什么要过这样的人生啊？先生，我说一下你啊，我觉得你一直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其实是一个挺精神的小伙，长相也不错，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现实生活呢？为什么要沉溺到网络当中呢？你只有在网络当中才能当大哥吗？你原来可能曾经受过创伤，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之前婚姻情感带来的创伤，但是你身边有这样一位女人，你完全应该重新点燃你生活的勇气。如果你珍惜身边的妻子，你就站起来，好好和她生活，放下手机，回归生活，真爱妻子，真爱自己，你才能有幸福的生活，好吧？接下来我们两组嘉宾都先回到转门后，想一想待会儿是否要出来，好不好？在开门之前呢，要提醒一下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通过金云 App、天津 IPTV 网络电视、万事达手机客户端观看本期节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观看节目的完整内容。各位老师，咱做个预测，童先生和李女士这个离异的夫妻是否能再重新在一起呢？我认为可能性真的不大，这个妻子不会出来的。我觉得会出来，会出来，不会。我也觉得会出来，我觉得他们俩还是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的。但是有一点，这个妻子她内心的这种失望，不可能我们劝说以后她就能够。她看了第二对夫妻，觉得自己老公还行，这一比较，哎，发现还不错。今天这个还真是现实的一个教育啊！所以看看他们两个人是怎么选择的哈。来，我们一起揭晓答案。3、2、1，请开门。哎呦，真在！你看手牵着手嘞，十指相扣呢，可以。哇！这毕竟有一双儿女嘛。啊，妻子是自愿的吗？这咋不是自愿？这还能强迫吗？经过对比发现，我们家男人还是可以。不是咋想的呀？我就想为了孩子嘛，然后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庭。我也希望他能写出来一些，就是什么东西，无论是鼓励他吧。然后先生，我要跟你讲一下哈，我从生完孩子之后，我写的很少了。我现在有2个小朋友，老大已经有12，快13岁了。这13年来，我只出版了1本书，这比我年轻没有结婚的时候的速度已经是不知放慢了多少。为什么？因为要带孩子，孩子要应该占据人生主要时刻的时候，我们的确拿不出整块的时间写作。再想熬夜，再想说我完全可以不管家里的其他成员的生活规律，那都是挺自私的。您要么选择做一个孤独的创作者，要么你得为家庭成员考虑一下怎么调整自己的一个状态。
而表达这件事情，写作这件事情，只要活得够长，啥时候都能写。可是孩子的成长只有这么几年。就你们俩之前，我觉得都是自私和不够爱的。从今天开始，翻掉过去那一篇，咱们好好相爱，互相包容，互相支持，我觉得是可以过下去的。嗯。总之祝福你们吧，有2个孩子多好啊！来吧，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时间交给你们2位，抱抱对方吧。好啦，请亮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来这边请。来吧，我们来看今天的第2组。第2组嘉宾张先生和邓女士，他们的选择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几位老师怎么看？我认为出来是必定的。啊，不出来，不出来，不出来。不可能。为什么这个男生他今天，我认为今天这样的一种承诺，他也知道分量的。他怎么也得留住，这老婆多好啊！如果不珍惜这么好的老婆，以后就没有第2个了呀。我挺希望这个女士不出来，不是让他们散伙，是你不出来给他一个警醒。对，你再不珍惜过这种态度，对你必须拿出10万分的、12分的这种。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妻子实在太善良了。我也这么想的，我也不希望女士出来，不希望她出来，但她会出来，会出来，是的，嗯。来吧，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3、2、1，请开门。你以为在吗？有没有啊？啊，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我还以为走了呢。对呀，他哪里肯撒手啊？舍不得的，还是您拉着丈夫的手出来的。所以记住，感恩、珍惜、疼爱。先生怎么想的？我肯定不和以前一样了，在店里好好帮他干活，游戏就不玩了，也不给那个主播刷礼物啦或者评论了，肯定。今儿算是给您敲个警钟吧，这个女人是可以离开你的，只是她不想而已。我知道，他也挺累的。你知道这么看起来，你妻子比你小9岁，看起来都跟你差不多大。你真的不要辜负她的善良。你担点责任吧。我知道，多心疼自己的老婆啊。好，接下来进入属于你们的浪漫30秒。来抱一会儿，抱抱吧。哎，好。哎呀，所以老婆瘦吧，她一把就搂起来了。好，祝你们幸福啊！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好了，这边请，回家努力吧。再见啊！谢谢老师。真不容易。好了，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我们下期再见。见。